3月2日下午，首批经过严苛检测的宇通客车缓缓驶出宇通新能源厂区。这批客车将从郑州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抵达乌兹别克斯坦，交付塔什干公交公司。这是2023年开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客车订单，共800辆，将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强动能。乌兹别克斯坦为何选定中国宇通？这800辆宇通客车又有哪些独特的设计？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此次订单共800辆，包括宇通新能源客车宇威 E12 300辆， CNG 天然汽车500辆，创下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客车出口新纪录，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大批量引进新能源客车。车辆将交付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公交公司，用于改善当地的公共交通状况，提升出行的便利性，并助力乌兹别克斯坦公共交通迈入电动化。此次发车为首批交付，其余车辆将于年内陆续交付。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太阳城之称，该地高温、干燥、多尘，对新能源车辆的要求极高。据介绍，为了满足运营需求，宇通基于核心3电技术，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定制化的产品解决方案。其中，动力电池采用独立液冷系统、电池舱体防撞设计、电池氮气保护系统等安全技术，并配备电机泥沙防护结构、电机抗凝露结构等。同时以强劲的大功率空调保证制冷及加热效果，降低车辆的故障率。为了打消乌兹别克斯坦客户运营的后顾之忧，宇通在当地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已签约的3家服务站分别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城市塔什干、布哈拉和萨马尔罕。宇通官方授权的服务站将拥有完善的配件储备仓库和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能为当地客户提供7×24小时的全周期服务保障，力助公司及车队的高效平稳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宇通还将为当地培训1600名驾驶员以及若干名维修养护人员等，帮助其逐步完善服务体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宇通的海外运营成本。据宇通独联体区国家副经理李海峰介绍，塔什干公交公司在2022年首次引进20辆宇通新能源客车，采购之初曾用2年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对众多新能源客车品牌进行考察，最终选择了中国宇通。塔什干公交公司技术总监马达米诺夫欣喜地表示，这批车符合我们的国情，目前车辆已经在首都塔什干成功运营了1年多，凭借着安全、可靠、节能和环保的产品性能，让民众出行更加便捷和舒适。就拿当地运营的5-1线路来说，每天需要运行14趟，约290公里。传统柴油车需要消耗142升燃油，大概花费170美元。而采用宇通 E12 车型，续航里程不仅可以完全满足每天的运营需求，而且只消耗280度电，仅需花费11.5美元，可以节省超过90%的成本。宇通客车海外营销副总监彭旭表示，此次300辆宇通 E12 纯电动公交将助力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公共交通出行电动化、低碳化转型的引领者。我们有信心，随着订单的全面交付，为塔什干的民众带来更加美好、清洁、安全的出行体验。1963年，宇通客车的前身河南省交通厅郑州客车修配厂正式成立。这一年，郑州客车修配厂成功试制出了河南省第1辆 GT660 型长途客车，填补了河南省多年来不能生产公路长途客车的空白。从蓄力车过渡到客车，出行方式的变革使大批群众对于出行有了崭新的认知与体验。对于宇通来说，跨出第一步后，如何保持持续创新活力，成为摆在眼前的又一待解问题。1991年，国内人口流动日益活跃，打工潮纷纷涌现，长途客运需求爆发，大量的长途和夜间出行需求与落后的客车产品及服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年，
宇通把握长途客运市场爆发的机会，推出首款双层卧铺客车。这种让人躺着睡一觉就能到达目的地的车型，从此一炮而红，既满足了出行需求，又为企业收获了创新发展的第一桶金，行业影响力显著提升。1993年是宇通客车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当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的指令性采购计划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消失。郑州客车厂开始面临产品滞销、资金紧张的危机。这一年，宇通抓住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机遇，率先完成了股份制企业的改革。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更为自主、灵活的经营环境，实现了企业的成功转型，也将宇通送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1997年，宇通客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客车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宇通致力于做大做强企业，在规范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持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超越。宇通的成长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包括 IPO 在内，宇通进行了4次融资，共计募集资金近30亿元，为宇通提升产能、抓住市场机遇提供了资金保障。1998年，宇通客车投资4亿元，建成当时亚洲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进的客车生产基地，并开始艰难的2次创业工程。借助资本市场和宇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宇通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内客车行业唯一的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国家级技术中心等成果相继诞生。宇通客车坚信，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源泉。2012年，宇通抢占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发展先机，以募集资金22.43亿元投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目。新能源厂区建设大幅提升了产能，有效解决当时产能不足的瓶颈，助力宇通持续发展。宇通客车自1997年上市至今，在资本市场和股东的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截至2021年底，客车产品销量增长12倍，营收增长53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篇章，也为以宇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出海创造了新机遇。目前，宇通已累计出口客车超86000辆，全球占有率超10%，其中新能源客车已在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良好运营。当下，宇通已实现5米到18米的各细分市场新能源产品布局，新能源客车销量累计超过17万辆，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一带一路”沿线，截至目前，宇通客车出口覆盖了近80%的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了在“一带一路”沿线115个国家的客车出口，累计销售客车超68000辆。其中，在卡塔尔、沙特、乌兹别克斯坦、波兰等多个国家，宇通均为该国唯一的新能源客车供应商或最大的新能源客车供应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一张中国名片。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宇通的发展战略也在不断升级，已形成从单一的产品贸易转变为产品、技术、人才与资本共同输出的产业战略布局。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客车，宇通不仅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通优化升级，以高度定制化的高性能产品和立体化的解决方案，持续帮助沿线国家公共交通迈入电动化，实现低碳绿色转型，让民众享受绿色公共出行的便利与舒适。同时，更基于产品输出、服务输出带动技术输出，将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根植当地，创造了一批新能源车辆驾驶、维修等相关岗位，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新能源产业建设中，进一步提高当地制造业水平，带动更多中国商品、中国品牌、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添加强劲动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乘坐过宇通的客车吗？体验如何？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